身体过的时候，比方从这边要从身体过，从这个先贴身嘛，然后贴身，贴身，你看贴身，整个从身体过的部位全都要贴身。这个过来以后，你看它传身，这个是不是要贴身？全都要贴，不能这边贴这边开，全都要贴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尽量贴身。手只要从身体过，每一个部分从身体经过的部分都要贴身。谢老师啊，用手带，所以不要用身体出力，身体放松，保持到姿势的正确，然后力量是用手带，然后手出去的时候都是烧在前面，对，所以不要有这个，往前走不要有这个手，它是烧去，你的烧都要在前面，用烧来带后面一节节的根，然后手指也没有在前面，贴身，这个手贴身，出去还是要贴，到不得不分离才分离。了解吗？对，不得不分开才分开。我就算是插出去了，他是不是离开了？他离开了，可是我的力量还是要贴，还是要保持到贴，而不能放开了。力量还是要贴住的力。那个手不要停啊，一起，不是一起到这边来，再分，到耳朵再分开，不是瀑布，重心在左，不要一下就到右边，重心在左。坐，在左边，再重心再过来一点，落，往下落，不要移动，还没移动，落下去，呈瀑布，先瀑布，然后再移动，从一边的弓部转到另外一边的弓部，当撑开。能下到哪去？贴到腿，手要贴到腿，不管你站多高，等一下，手要贴身，贴腿，贴到腿，穿出去的那个贴到腿，那个手，哎，贴身。贴腿内侧，腿内侧下去，贴到腿再出来。哎，再练习一下。我这个的影片很多，去看。先看手，就我刚才讲的嘛，换掌式是这些东西，我说要贴身，我说要烧在前面，这些基本的要领。我说贴身这个要领是八卦拳从头到尾都必须要遵守的。为什么每次做都没有做到？因为没有看透它。什么叫做看透？就是我学萨克斯风啊，我现在学萨克斯风啊、钢琴啊、箫啊，什么这些东西我学很多。每一个教这些东西的老师，当你要吹一首曲子的时候，
他都说你要把这首曲子听到你会唱，你不是拿着谱就去练，你是要先听熟，听到你会唱，你不会唱也没关系，你会哼，变成你会哼，它已经变成你的随口出来的一部分的时候，你再去练那个乐器。有一段很难，技巧上面不会没关系，去把这一段把它念熟，把它背熟，速度放慢，可是你要把这一段旋律、这一段和声你要把它记得非常熟，所以去记熟是第一步，进入头脑，进入你的脑子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人家职业的运动家，比方跳水的，或者高级的打篮球的，任何他都要去看什么？都要去看那种比他强的人做的动作，他要花很多时间去看。去看什么？去把那个 image 那个动作，把那个动作刻在他的头脑里去。然后他在做的时候，他头脑里面就有那个他完美的，他头脑里面认为完美的形象了。他的身体的条件是已经到了，他的身体条件不需要考虑了，不需要像我们练这筋没开，你瀑布下不去，不用，他不考虑这个了，他的身体条件都够。可是有些地方做不到，是在哪边？头脑，他的头脑里面没有那么精细的东西，所以他做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不会去做。所以他们也是要把一个动作，在比赛以前或者在练习之前，我在练习之前要把这一套东西看熟，我在做以前要把它先想好，先想一遍，然后我再做。所以你们去看我的那个影片不是看过就好，是你真的要把你今天练换掌试试。我的 YouTube 里面或者影片里面，我的换掌试试的示范不下20个，是吧？30个都有从早年开始 PO 影片，从在欧洲教学到现在，我教的要领都一样。为什么大家做还是做不好？因为只是看的认为会了，认为这个动作接那个动作，接那个动作接那个，不是的，要把它看透。你在看的时候，你要看熟了，认为是你在做，晓得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吹曲子或者随口哼的歌，常常是什么？常常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，是吧？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刻意要记可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就常常听不管跟着父母听，还是当时流行就是收音机，我们常常这样听，它就到头脑里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演奏它，或者要去哼它，我们不需要特别学，它直接就出来了。学武术就是这样，所以为什么要有老师？为什么要有师兄弟？要有师兄师姐？你在场边站马步的时候，你开始学在场边站马步的时候，就看着他们练。所以以前的拳法是这个样子的，叫你在旁边站马步，你站马步的时候，你就看着这个师兄练这个拳，那个师兄练那个拳，这个师兄练剑，那个师姐练刀，那个是每一个在长时间下来，然后师傅给他们修怎么样？那些东西都在你的头脑里面。所以当你去学这套拳的时候，你头脑里面已经有范本了。差别只是在你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做得到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不要认为我什么都没做，只在那边看影片是浪费时间，不是的。不要认为我要练曲子、练音乐了，我就要下去弹，不是。你坐在那边听，它也是一个学习很重要的过程，知道吗？你坐在那边想，
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练一段时间以后，练一段时间以后，不要练了，不要练了。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哈，我说我们在练的时候啊，大概三年啊，三四年啊时候，师父就跟你说不要练了，停一阵子，你就停一阵子，不要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练了？因为你在前面3年或者多少时间，你努力练的那些东西啊，它在你的头脑里面，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它形成一个固化的一个东西了。它是好还是坏？我们需要这个东西。我们开始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，就我刚才讲，你头脑里面印下来的那个东西。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一直固化下去的话，你不会有进步。所以要有一段时间不要练，你可以想，不要练，然后它会沉淀。你去读别的书，你去看电影，你去玩，可这些东西，因为你已经练了多少时间，它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了。你就算不想它，它也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它会沉淀，它会跟别的东西产生什么？产生关联性。会产生关联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会什么？你会有悟的契机，因为你放下它了，你会你看到这个东西跟我那个练拳那个是产生一个关联性了，你有一个横向的连接了。我们一般的练习，你努力练习，它是一个直向的，它是一个直向的连接，1+1+1+1+1+1+1+1+1一直下去，这是一个直向的。可是你越这样下去，它越固化，它越窄，它就很难进步了。所以你到一个时期，师父他会告诉你停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以后你去玩其他的，你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它会在这个里面产生什么？你熟练的部分啊，有体悟的部分会往外面两边侧面产生其他的连接。当产生这个连接的时候，第一个开悟的契机，第二个，你的核心的这个东西它变宽了，它会变宽。你停了一段时间，再回过头来练，变了，全变了。这就是以前做面食发面那个叫发酵期，你要给它一个发酵期，发酵的时候不要动它，重要的时间点碰它一下，改变一下它里面的秩序，它会发得更好。这就是老师在重要的时候点你一下，把你那个地方破掉。破掉以后，重新发酵，这就是禅宗的教学法。禅宗给你一个题目，给你一个没有答案的题目，你在那边硬磕到你要发疯了，那个头脑里面都是这个东西。师父在那个时候给你一个意外的东西，一个杯子碎了，那康一个声音，或一个什么东西，把你的思想带开一点。带开了，你那个结松了一点，你头脑里面的那个结构太强的东西松开了以后再发酵，叫你去砍柴，叫你去挑水，叫你去干嘛，让它再发酵。以前老师的作用就在这边。可是这种师徒是什么？传统师徒，那个是师徒之间必须要非常，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。这个老师他可以掌握到这个学生的每一步的成长，才有这样的效果，晓得吗？现在的老师学生制没有了，他不可能的。
啊，时代不可能，现在的个人的那个价值观、个人主义那个自主性太强，也不可能这样教。现在的人不可能这样学，可是我要跟你们讲，他的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自己要去掌握，就叫做松弛有度。松跟紧啊，松跟紧它有一个张力，什么时候火要大，什么时候火要小啊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差别的。所以不是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听不懂？不是这样子的。人家职业运动员也不可能365天每天都是那个高强度的训练，他不可能这样子的，听不懂？啊，那你们现在绝对没有那个所谓高强度的训练了。但是学习必须什么？我刚才讲的有影像看嘛，你这个东西要先在，所以不然我讲了几十年那个要领，很多10-20年的老学生都还没做到，练的时候就没有做到，就忘了，什么原因？几十年都没有嘛，下课以后就没有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下课以后就不看，反正在那边嘛，啊，也不会跑掉嘛。等我需要我再看嘛，你永远不会看。可是我在网络上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，他一个影片看好几遍，听不懂啊？所以要去这样子。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啊，刚才练的我教的太极拳在那边发劲，我没有教的不要做。所以这就是杂乱，你在学习的东西啊，你的资讯太杂了，人家都在那边发劲，发得很漂亮，我也来试试看发劲。很多练阳太极的，他在拳里面发劲啊，这个在我看来是错的，所以你回去，你离开，你要怎么练，随便你，我也管不了。但是在我这边，你不要这样练，晓得吗？否则我会骂，我会骂人的。听不懂晓得了吗？回去多看啊，要看进去确实看得不够仔细。不是仔细，我不是要你去看啊，每一帧把它分开，每一个动作，不是的。我常讲是看一种感觉。比方我讲的，手都不可以离开身，手经过身体的时候都要贴身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就从我做的动作里面去看，手经过身体的时候，手都不离开身。你要看怎么做到，因为你照你的习惯的话，它一定离开身，因为离开身比较舒服，离开身体比较舒服。比方这个穿，我说都不可以离开身，从这边开始接触身体，后面只要经过身体都不可以离开身体，那这个不好做啊，你的筋没开不好做啊。那你舒服是什么？你舒服是这样，你舒服是这样子啊，你舒服是这样做啊，他舒服啊，那你就会这样做嘛。那你做成习惯了，你就这样做了嘛，晓得吗？所以很多的要领，你去做的时候，你一开始会很不舒服，因为它是一种训练，它是一种要求，是一种训练，不是照你的舒服来
所以练拳是什么？有人说练拳是把不自然练成自然，就是把不自然练成自然嘛。那为什么要把那个不自然练成自然呢？因为那个不自然是正确的。我们平常的自然是随意的，随意的不一定是正确的，随意的常常是错误的，晓得吗？所以不自然就是什么？不自然就是规矩。所以练规矩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很不舒服的，晓得吗？练规矩的阶段一定是不舒服的。可是你建立了规矩了以后，变成自然了以后，你的后面都是舒服的。当你不自然变成，当你的自然不是规矩的自然，好像现在小孩子，以前小孩子坐在教室里面都规定要坐正，那你现在的小孩子没有规矩了，趴着、歪着、躺着，什么姿势都有啊！你现在是舒服，你现在照你的自然是舒服，几年以后你的身体坏了，你就开始不舒服了。这样不懂？练武术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要有那个规矩？因为那些规矩是保护我们的。在危急的时候，在战斗的时候，在危险降临的时候，那些规矩是保护我们的。所有的不规矩，平常看都没什么，平常看都没什么。可是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发生一瞬间，发生突然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不规矩就变成致命伤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要知道，我在英国的时候，一个朋友，一个学生，他开车，他一个礼拜要一次，从伦敦开到那个，他的家是在哪里呢？叫做罗宾汉那个森林叫什么？罗宾汉的那个森林，罗宾汉家Sherwood， 他的家住在 Sherwood 的森林旁边，要开很久啊。他开车，因为常常会开到晚上嘛，他开车绝对是双手抓方向盘，坐正。到每一个，就算晚上没有人，到每一个路口停下来，左右看清楚，然后才开。我说你们开车要这样子吗？他说这是规矩。那有的时候就什么，开到那个小路上嘛，一只鹿就从旁边的树丛棒跳出来了。他棒一刹车，那个方向盘还很稳，车子它不会偏也不会翻。那你如果说像开车一只手或者有的女的一边照镜子，一边化妆，一边什么，一边开车一边做其他事情，这是坏习惯。可是平常看不出来它的差别，遇到那种情况下，你啪一刹车，方向盘一偏，你就翻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武术为什么那么注重规矩？因为就是那一瞬间，你脱离了规矩，你的命就没有了。晓得吗？所以军人为什么那么注重规矩？跟练武的人一样嘛。你没有规矩，你上战场去你就完蛋嘛。
一个新兵的生命在战场上是多久啊？现在啊啊啊10分钟，20分钟，非常短啊！为新兵嘛，抓来就去上战场啊，没训练啊，抓来发给你一个枪，你就上战场去，没规矩，不知道战场上的规矩，生命20分钟就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晓得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你才会遵守，他花时间去建立那个规矩，遵守那个规矩。你不要在练规矩的时候问这个怎么用，这个有没有用？规矩是保护我们的，听不懂？啊，好。